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鱼。今天啊，大鱼要和咱们圈里的伙伴们分享一下加密时间投资的那些逻辑，咱们从头再来看看。哦，对了，先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我们才能够一直陪伴着你们，提供最新的资讯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在这个加密世界里啊，我们得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，这样才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。以前啊，咱们知道的那些概念，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就用处不大了，就如同我们对 Pi Network 的理解一样。别再用老套老思维，咱们得跟上时代的节奏，我们要多练对比。举个例子呀，还记得18、19年那会儿吗？大家都在研究币圈项目评级报告，那些报告呀都是从实体属性的角度来分析的。什么是实体属性的角度分析呢？这个实体啊就是项目的本身，属性呢就是它的各种特点，比如市场空间啊、技术啊、团队啊。您懂的。这些分析方法啊，其实挺好理解的，但是其实呢，有一点局限性。什么局限呢？这种分析框架呀，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点，就是项目之间的关联。说白了呢，就是一个项目虽然是独立存在的，但它的价值其实还跟整个 Web3 网络有关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能只盯着一个项目看，还得看它跟其他项目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呢，最近我开始学习新的分析方法，叫做节点边分析框架。说人话呀，就是看项目之间的联系。这一学呀，真是豁然开朗，很多之前的问题呢，都迎刃而解了。说到这个节点边分析框架，我得先举一个例子。你看 EOS 啊，技术产品领先嘛，听起来挺不错的，但是上一次牛市呢，它怎么就跟不上呢？这就得用新的眼光来看了，不能光看它的技术，还得看它在整个网络中的位置。其实呀 EOS 在我前面提到的实体属性的框架下表现的也超级棒，远超 Solana、雪崩和 Polygon。但是呢，从节点边分析框架的角度来说呀 ，EOS 就有一点尴尬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缺少与以太坊生态的连接，缺乏与美国资本的连接，这就让它在网络中呀有点像个孤岛。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，它就优势全无了。与索拉纳、雪崩和 Polygon 相比啊，得分就差得远了。上次的牛市就证明了节点边分析框架的派对啊 ，EOS 没能跟上。说到加密世界呀，就是这么现实。这么一说呢，感觉节点边分析框架是个很厉害的分析法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弱水三千，咱们先取一瓢。先跟大家细说一下节点边分析框架里一个很重要的方法——中心性分析法。对了，就是那个用来看看哪些节点在网络里更有料的方法。中心性分析法呀，也包括好几个方面。首先呀，我们来看看度中心性。这个东西呢，简单来说呀，就是看一个节点有多少连接。这就像你在 WeChat 里有多少好友一样，如果你的好友足够多的话呢，你的度中心性就越高。所以呀，对于一个 Web3 项目来说，要是能跟很多其他项目玩得来，那它的度中心性就高了。说到这一点呢，比特币可是这方面的大王，它就是那个加密世界里人缘最好的交际花。然后呢，就是以太坊、币安、Coinbase、OKX 等等，这几位呢也是社交圈的精英。接着是紧密度中心性。刚才呀，咱们说了，度中心性是看你的 WeChat 好友多不多，那紧密度中心性呀，就是考验你跟这些好友们的关系铁不铁了。因为在关系很铁的人之间呀，消息传播肯定更快。就像我们跟好朋友之间没事的时候呀，咱们就喜欢来八卦一下或者吐槽一下。同理啊，一个 Web3 项目要是跟其他项目的关系处得好，那它的紧密度中心性就越高。你像现在的以太坊啊，它的关系网可是密不透风的，紧随其后的币安、Coinbase、OKX 也是人缘很好，紧密度爆棚。还有一个中介中心性，这个呢就是看一个节点在传播消息时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。简单来说呀，就是你在你的好朋友圈中充当中介的次数越高，那你的中介中心性就越大。
区别呢，就是这种人在生活中呀被我们称为大喇叭，人人敬而远之，但是在加密世界里却格外的讨人喜欢。比如 Layer0、Orbit 这些跨链桥都是消息传播方面的大管家。最后呀，还有特征向量中心性。这个东西呢，算是个朋友圈里的朋友的总结。换句话来说呀，如果你有很多很有能力的朋友，那么你也会成为别人眼中很重要的朋友。算一算一个节点跟他朋友们的关系有多亲密，然后把这些关系加起来，就知道这个节点的特征向量中心性有多高了。从这个角度来说呀 ，Arbitrum、OP、Stuxnet、ZkSync、Scroll、Tyco 这些 L2 项目简直就是朋友圈里特征向量中心性的霸主。以上这些啊，就是中心性分析法的大致内容。除此之外呢，节点边分析框架还包含影响力分析、网络可视化分析等等一些方法。不过啊，我们现在了解的中心分析法已经足够去初步评估一个 Web3 项目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了。大家可以在今后的实践中应用起来啦。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实体属性分析和节点边分析框架之外啊，我们还常用到因果链条分析和概率相关性分析。这个从 A 到 B 到 C 到 D 的因果链条分析法呀，可是跟我们的大脑生理结构和工作方式都有关的。其实呀，这个大脑跟 AI 就像一对亲兄弟，所以呢 AI 也被称为人工神经网络。比如说算法、算力和数据是 AI 学习的3要素，也是我们大脑学习的3大法宝。但是它们的学习方式呀不一样，而且 AI 的算力也是我们大脑的 N 倍，所以呢路漫漫其修远兮，为了学得更快更好，我们的大脑呀就得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上下求索，找到更省力又好用的算法。这个因果链条分析啊就是其中之一。当我们想知道某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，因果链条分析就派上用场了。它可以把一连串的事件串起来，通过研究这些事件之间的关系来揭示事情发生的原因和结果。但是呢，物极必反。如果你在金融市场里啊对因果链条分析上瘾，那就不太乐观了。大家都知道啊，每次市场一涨一跌，媒体和交易者们总是习惯性的去找原因。比如说呀，A 股最近一次大跌就被归咎于北向资金的撤离，再比如说加密市场的暴跌啊，被归咎于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抛售比特币。然后呢，大家就拼命的想去抓住这个事件和市场走势之间的关系，试图从这中间找到规律来赚钱。但是呢，其实这样做往往事倍功半。因为在金融市场里玩交易啊，我们得直面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。分析过去呢，不代表你就可以预测未来。因为局势往往是不走寻常路的，往日之日不可追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重蹈覆辙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呀，因果链条分析就不够用了，还得应用概率相关性分析来理解它。概率相关性分析啊，就是通过研究2个或多个事物之间的关系，来了解它们之间事情发生的概率有多大。这种分析方法呀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强度，以及一个事情发生时另一个事件可能发生的程度。例如呀，通过概率相关性分析，我们可能发现比特币价格与全球股市指数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，也就是说，全球股市表现良好时，比特币价格可能会上涨。或者呀，我们可能发现比特币价格与政治事件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性，也就是说，某些政治动荡可能导致比特币价格下跌。通过这种分析啊，我们能够深入的评估这种关联的强度。这一点呀，对于加密货币投资者来说意义重大，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去把握市场动态，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。好啦，由于我们进度条的原因，关于这些种种的分析方法，咱们就先介绍这么多。今天说的呀，都是一些比较浅显的内容。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呢，还可以去探索一下更多相关的知识和方法。书山有路，学海无涯，能够让我们受益无穷。好了，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聊加密行业的叙事至大主义。加密领域啊，深受2本畅销书的影响，它们就是《动物精神》和《叙事经济学》。大家普遍的信奉叙事至大主义，每次看到白皮书里写的去中心化呀、Web3、范式革命、新元宇、层化、公平等叙事时，我都有一种
见证历史的感觉。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体验，因为一个项目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等同于这个项目的价值的。印度人的 Web3 项目呀，就特别善于利用这一点，比如 Polygon 的互联网价值层叙事，比如 ZK Sync 的 ZK 大宪章叙事，他们可真会操纵加密行业对叙事的痴迷呀。这一操作也让他们自己的估值蹭蹭的往上涨。不过呢，凡事都有正反两面，叙事至大主义也有它的缺点。它往往是静态的、孤立的，崇尚一种非理性的和诗性的力量。信奉叙事至大主义者的人啊，很容易被那些大而空、没有实际效用的项目套牢，比如模块化公链啊、ZK 共享安全性等等。所以啊，为了弥补叙事至大主义的这个缺陷，我们就要用到别的分析方法来补充。其实呀，《叙事经济学》这本书里就有很多篇幅都提到了如何用流行病学分析叙事驱动经济。说到流行病学分析啊，也是一个很宏大的学科。那它是怎么跟加密世界扯上关系的呢？这两者听起来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呀。那对于我们币圈的分析来说呀，其实只需要了解 SIR 模型就行了。SIR 模型是一种流行病学模型，这个模型呢，把人群分成了3个主要类别：易感染者、感染者和康复者。在加密世界里啊，易感染者就相当于我们周围的潜在投资者，他们有意向，但是还没开始行动。感染者呢，就是已经投资的人，并且他们还会继续影响别人。而康复者呢，则是已经退出了投资的人，他们不会再影响市场。接下来啊，给大家说说 SIR 模型的3个基本规律，以及带给我们的启发。第一是指数增长，感染者数量随时间指数增长，因为他们传播疾病给易感者。假设啊，有很多人投资了某种加密货币，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可能已经感染了投资热情的病毒，这一行为就开始推动这种加密货币的价格上涨。随着更多的人听闻了这种加密货币的成功故事，他们也被感染，开始投资，并且导致了价格的指数级增长。这就好比病毒在人群中快速的传播，推动了加密货币价格的飙升。第二个是感染者与易感者的相互作用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购买并持有这种加密货币，感染者也就是持有者的数量增加了，导致更多的易感者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潜在投资者被吸引，转变为感染者，也就是持有者。这就好比在市场上呀，出现了更多的成功案例，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，加速了加密货币价格的上涨。最后呀，康复率越高，感染者转变为康复者的速度就越快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啊，有些人开始觉得，市场太热了，要不我就退出或者减少持有加密货币的数量吧。这样呀，就好比感染者开始康复，转变为康复者。随着康复者数量的增加呢，市面上持有加密货币的人数就开始减少，加密货币价格的增长速度呀就开始放缓，甚至可能会出现价格回调的情况。这样就减缓了加密货币价格的传播速度，使市场恢复平衡。综上所述SIR 模型中的规律在加密投资领域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市场的运作规律。加密货币价格的波动呢，往往是受到市场参与者行为的影响。通过运用这些规律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市场的变化，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。好了，今天说了那么多，有没有觉得金融和加密的世界其实也挺有趣的？不只是有枯燥的数字和数据，还有着背后的故事和规律。就像我们每天的生活一样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乐趣和挑战。所以别害怕去探索，勇敢的向前迈步吧。我是大鱼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。